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本来今天说要休息一天的，结果呢，今天又出大事儿了。今天有3件大事儿啊，一个好消息，2个坏消息。好，咱们先来说好消息吧，坏消息放在最后再说。就是那个私人挖矿的事儿啊，我前天不是还在节目里面放照片了吗？网友们不信，现在我又搞到了一个偷拍视频哦。这回你们看到这个视频以后，肯定就会相信了。等会儿在节目最后放给你们看啊。好，先来说好消息。等一下啊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并且呢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有机会获得 X 植物类的蛋以及500 USDT 直接转账的大奖哦。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面具人会员群这几天的战绩啊。寿司币，我在13号的时候给出的买入点位是 9.8 美金，然后呢3天之后寿司币涨到了 11.8 美金，我给的点位距离它最低的极限点位 9.739 差了 0.061， 准不准？厉害吧？包括昨天的 AVAX 雪崩，我在会员群给出的点位是 54.8 开始向下挂，然后呢我又在群聊里面又紧急的让大家修改点位，修改到 54.5。 看图， AVAX 今天涨到了60美金了啊！面具人在会员群给的也是极限低点，距离最低的点位 54.44 仅仅差了 0.06。 不仅如此呢，面具人昨天在节目中仅仅放了2秒钟画面的小企鹅，也在一夜之间涨幅就达到了 20%。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面具人昨天在节目中是怎么说的？我只要在节目中推它，它就能火，你看我的节目就能赚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让面具人我说到做到了啊？你说别的博主哪一个有我的影响力大？让他们推一个火一个试一试，让他们拉个盘试一试，为啥面具人能做到呢？你们看好了啊，面具人节目的留言、点赞、观看量都是真实的。我说一句话，几万人看就是几万人看，不用买点赞水军之类的啊。面具人是真真正正的，只要我讲话就会有几万人去看，就是这么大的真实影响力啊。不需要什么买水军呀啥的，你去看那个冯提莫也没我的流量大嘛，对不对啊？吹来吹去的。我告诉你，你看到的那些什么流量明星之类的，好多都是那个刷流量刷的，真实的世界啊和包装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啊。你们可以问一问国内的这些 X 工作室呀，玩 AXS 的人有几个不认识我面具人的？总之呢，你们要明白打开小铃铛加面具人的会员有多么的重要就行了。好，来说好消息啊，美国证券委员交易会啊，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啊，周五首次批准了比特币的期货 ETF， 加密货币投资终于向美国的大众平民开放了。面具人在半个月前的节目也说了啊，这个事情是大利好，而且呢大概率能通过。面具人也一直在说，美国是一直想拉盘的，用加密货币市场尽量去吸收超发的货币，然后呢再消化掉，而中国却想砸盘，让这些闲散资金去抄底儿，让国家和机构很难堪，因为他把盘子砸低了以后，那些散户进去了，你说国家还怎么把资本注入进去？注入进去以后就被砸盘，就被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国家他现在就想拉盘，因为他被砸盘了以后，他进场以后就会被散户割，这就让国家很难做了。但是中国跟美国在打经济战呀，中国就是要让你国家难做，对不对？之前面具人说过了，加密货币市场这方面的较量呢，其实就是中西方资本的较量。这场较量呢，目前来看呀，好像还是以西方资本主义集团优胜结尾，或者是至少占优势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可能性呢，就是中西方达成友好，共同收割韭菜。不过呢，无论如何，这个事儿呀，吾皇习总是有点操之过急了，提前把大招给放完了。又是关矿场了，又是关交易所了，
习总把大招放完了以后，现在呢，人家美国拉盘了以后，他也没啥招出了，因为大招早就放完了呀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共产党想在3.5万亿美元出来之前，尽量把市场往低的去砸盘，让美国很难操作。但是老美这边沉得住气呀，他可以先等你把大招放完了以后，只要你把这个市场毁不掉，那我这边就可以再慢慢的出力好，继续的拉盘，把盘子给拉起来。然后呢，你可没有招放了，因为你已经把大招放完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等我把盘拉起来了以后，你也没有招放了以后，哎，我再印钱，让这些散户们一看，哎呀，市场蓬勃了，市场发展了，我们去追高呀，对不对？把这些闲散资金再给汇聚起来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种可能性啊，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刚才说了嘛，中美和好了，在经济层面上共同进行深度合作，解除贸易壁垒，强化割韭菜的技术交流，对吧？那这也是没毛病的。虽说现在比特币涨了很多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面具人我的风格是不喜欢玩比特币的，我就喜欢铸造传奇，对不对？现在我的传奇名单里面又多了2个币 AVAX 和小企鹅，对吧？嘿嘿，你们看，比特币憋了1个月才只有20%的涨幅，那这种涨幅放在面具人我讲的那些币，就包括我昨天讲的2款币啊，1个晚上就搞定了这种涨幅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呀，要点赞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及时的收看面具人的节目。哎，你只要看到我的节目了，跟着去操作，或者是转发我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给我，不都有机会赚钱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现在要来给大家说坏消息了啊！首先，第一个坏消息，游戏平台巨头 Steam 公司宣布停止一切的区块链游戏上架，在他们平台上运行。那这对我怒砸了300万，已经预定要上 Steam 的塞拉来说，可不是好消息呀！我给塞拉里面投了300-400万呀，你说 Steam 不让他上了，那这对我来说，哎，太伤心了。而且呀 ，Axie 在 Steam 的上市计划也泡汤了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消息是利空，但是面具人我觉得不算是利空，因为这些中心化的交易平台这样搞，反而会倒逼区块链游戏蓬勃的发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在 Steam 这些平台上面，其实，对我的塞拉来说，也就是一个拓客渠道。但是呢，塞拉还有我呀，对不对？没 Steam 还有我。当然了，我的这个影响力跟 Steam 没法比，但是你们要明白 ，Steam 它不具备金融属性 ，Steam 上面的游戏资产不能够非常强大的自由流通，听懂了没？但是玩区块链游戏就可以，这就是面具人我不怕的原因。其实平台搞垄断不是啥新鲜事儿，苹果不也一直不让 Axie 上架 iOS， 对不对？为啥？因为区块链游戏的支付都可以不通过 iOS、Google Play、Steam 这些平台的，所以呢，你们看这些主流的区块链游戏啊，他们都没有被上架这些平台，为啥？因为你不用他们的支付系统，人家这些平台就没手续费赚了，就没广告费赚了，对不对？人家花钱开发的平台，凭啥让你免费用，让你赚钱呢？对不对？人家当然不愿意让你在他们的平台上玩，他又没钱赚，对不对？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游戏资产的可流动性，可以买卖，这是时代的必然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科技的发展，人们会越来越注重数字资产，所以呢，大家不必担心啊。GameFi 区块链游戏的崛起，它是必然。你进场早，你就是第一个吃鸡腿的人。GameFi 的未来会非常好的。面具人和 Axie 塞拉的合作也快要到尾声了，时间一到，我就自由了，就可以开始接下一个游戏的推广了。
我都已经把项目准备好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游戏可不是什么 XCD2 之类的产品，是另外一款革命性的产品，是要做王的头部产品，也是我下一个要打造的时代性的传奇产品吧。嘿嘿，那这个项目时机一到，我会在会员群里面提前公布的，绝对爆炸。好，最后再来给大家说这个最后最致命的坏消息啊，那就是私人挖矿要被判刑，要被抓。现在有警察啊上门排查个人挖矿的情况。我在上一个节目中也贴出过相关的照片，就是那个私人挖矿被抓，警察上门的那个照片。还有五毛质疑我说这个照片是假的。OK， 这一次让面具人我搞到视频了啊，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频，也是警察上门问话，问你是不是拿这个电脑显卡在挖比特币，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哟。我看五毛这一次还怎么洗地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哟，真的是上门抓人了。各位有在家挖矿的观众朋友们、小伙伴们，小心点吧。我等会儿把视频放给你们看啊。让我最后再来说两句吧，各位观众朋友们 ，AVAX、Matic、平头哥、蛋糕币。包括海豹哥啊，当然了，我的会员已经开启白嫖模式了，今天撸了好多海豹哥了啊。Axie、企鹅币、SLP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还忘了说了，昨天我还嘟了。那么这个嘟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财富密码留给你们破解。哈哈，这些币哪个不是在面具人推了以后暴涨的？又或者说，哪个不是面具人在他们暴涨之前分享给大家的？有观众不信的，你们可以去翻阅一下我的往期视频，打开当天的 K 线图看一看嘛，对不对？会员群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作证啊，我给的点位美丽不美丽？那好，如果有想要加入会员的观众朋友们，请下载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OK， 我们来看这个视频。至于剩下的话呢，我们群里面继续说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就是这些电脑的，我工作这些电脑就这些。你这个不是比特币的干嘛？就我这一块显卡2-3万的呀。啊？我一块显卡2-3万的。不是你那个不是这比特币挖矿那个是不是这个？不是。那你做什么？我们工作用的东西。